北京有一架小飞机撞了叫什么 skyscraper 啊，就是那个摩天大厦了。哎呦我操，我儿子都知道了，太他妈丢人了啊！我刚看见，今儿早晨我刚看见，哎呀，我一看5月散人啊，什么都在聊啊。5月散人说这是拼多多版的911，哎，我一看还真是真有啊。因为真有点那个意思，为什么呢？我总结了一下啊，你看从我的角度播报咱们 low 干的26号傍晚的事儿啊。那么失事飞机那个公司叫东石双月通航公司，机型是阿若拉国产的 SA60L， 编号 B12PP。那个飞机网上到处都是照片。这个通航公司的大本营在石佛寺平谷，哎，那出大头，北京北边平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地方旁边有一个著名的建筑群，叫长城脚下的公社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记错大家可以改一下，提醒我一下。那个是潘石屹当年啊，没有仓皇出逃之前啊，还把中国当成一个自己的百年老店打造的啊，所以他那个打造了一个长城脚下公社，高端的，非常牛逼，非常偏远。那个地方的机场啊，用于通航。什么叫通航呢？就是换句话说，就是老百姓可以在那学开飞机啊，非军航、非民航啊，就是通用航空啊，通航。它是在中国它是有一个严格的定义的啊。那么有很多人投资了啊，因为觉得开放低空经济。开放空域是中国面向发达国家靠拢的一个重要一步，理由也非常充分。比如说加拿大，比如说美国和我们加拿大平均每一个小镇啊都有一个机场啊。我们大温哥华地区，我们这个所谓的 city 就是小镇啊。拿到中国，你想我们列治文算是个大城市，20万人，那不就是2个乡吗？啊，所以我并没有自残啊，就是我并没有毛遂自荐。敝帚自珍啊，就是因为我们的人口没那么多，所以呢，差不多10万20万的一个啊，我们这儿叫 city， 准确的就是乡镇，就会有一个机场啊，而且呢，大家都会开飞机，年轻人会开飞机的比例非常之高啊，就是都是那种小飞机，而且低空经济也非常的活跃，这是一个重大的产业。所以呢，中国大概在10几年以前啊，就开始研究开放低空经济啊，3500公尺好像是3500公尺以下的这种低空经济来面向老百姓开放。很多当年的啊，我身边的这些没想明白的人就都投资进去了，建厂、生产啊，包括这个飞机啊，所谓的阿若拉啊，我估计也都是那波企业家们啊弄出来的。我不否认你们都能造出来，但是有个什么大问题呢？就是这事儿我今天向大家预言啊，我这方面的预言还是商业敏感度还是很高的。今天这事儿基本上标志着通用航空 game over。低空经济负责人蔡奇儿子不好使啊，他就是姓习都不好使了。为什么？因为通用航空现在弊端出现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中国人也可以开着飞机献中去了。这以前我们中国人只能是开汽车献中，那献中的地方那都无非就是什么就是比自己弱的呗，什么小学啊，什么集贸市场啊，这个路口摆摊的啊，这是以前的状态。说句不好听的，民用私家车市场已经放开了，来不及了。我告诉你说，共产党如果要是早知道，绝不会让你买车了啊，因为你能干这事儿了，你的战斗力大增。你开了个车之后，你就是妈的以一当十，以一当百。但是你要是给了你飞机，那还了得？所以呢，我跟你们讲啊，这个事儿在我脑海里第一反应，低空经济完蛋。通用航空整个低空经济啊，与其相关的股票，星期一大家第一时间走啊。有好多低空经济的股票在中国 A 股，第一时间不要问你套住没套住，立刻马上扔掉，不会再给你机会了。因为连民航的驾驶员都可以开着客机献中啊，大家知道那个东航的事儿，那通航驾驶员他是没有门槛的，任何一个老百姓只要你想学，你都可以去东石双月航空公司这个所谓的这种阿若拉飞机的这种运作这种民间学驾照的这个公司报名学驾照，学会了放单飞，放了单飞，就我命由我不由党啊。所以呢，这个事儿呢，空域经济完蛋了啊。那我们书归正传，我们研究是怎么情况啊？我们以理工男的视角研究一下呢，我们就看到啊，东石双月通航公司是一家提供空中游览以及飞行驾驶训练的公司。
飞行驾驶训练的面向的对象就是普通老百姓啊，就是所谓低空经济嘛。所以呢，这个行业啊就完蛋了啊！所以从网上目前还可以查到大量该公司提供培训老百姓开飞机的那个相关的 vlog 照片，包括我今天这个封面都是一个女生说我今天单飞了，拍了个 vlog 啊，就是现在还有呢啊。那我估计微博朋友圈这个东西马上都会给他们删了啊。可以看到不同的学员啊都坐在同一架飞机上，就是这架飞机啊 B12PP 飞机，还有就是喜气洋洋的，还有献花的。行了，现在都别玩了。东石双月航空公司的一个学员叫刘俊华文刀刘，俊美的俊，中华的华，这刘俊华，我们这个魏蜀吴口音就是刘俊华刘俊华呢，学员呢，26号17时30分从北京石佛寺机场平谷石佛寺机场起飞，17时40分准备返场着陆，却没有正常加入着陆航线，偏出本场空域，保持270航向飞行。270大家飞行是极坐标270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打开地图这么往下飞就从平谷从八达岭方向奔天安门去了，又从八达岭高速奔天安门去了，这个就是270航向。在东五环附近失联，一派胡言，中国尊怎么会在东五环附近失联呢？一派胡言他失联他也不是在东五环呀，他失联他也是在他妈的应该是东2环附近失联呀，他飞不到东五环去他从西边来的呀。所以呢我们要批评这些这个网上造谣传谣的人民群众，你们他妈专业一点好吧？270航行他就不可能在东五环附近失联。除非他那个机场不在平谷，在廊坊那解释得通，在东五环附近失联就是他切入低空航线了呗不知道所以《金融时报》报道了车牌车主牌照显示，刘俊华在飞机撞击北京最高层建筑中国尊之后这个警方搜查了一辆在那个石佛寺机场的停车场，就是在那个通用航空公司的那个停车区搜查了一辆黑色 SUV 车主，查到也叫刘俊华刘俊华很厉害，刘俊华的车呢就留在了北京东部平谷石佛寺机场那还真是东北方sorry， 那我说错了，我说错了我说错了，因为我对北京郊外的地理不熟，我脑子长城脚下公社那儿有个石佛寺，我以为是那个石佛寺 ，sorry， 看来北京有好几个石佛寺那么北京至少有2个石佛寺，那就是东边那石佛寺 ，OK， 东边那石佛寺东边那个石佛寺，我说的是西边那个石佛寺。好了，那么北京东部平谷区石佛寺机场，东方时尚驾校的基地，几名身着黑衣的男子那应该是国安的。在制服不是国安的，不是国家安全部是就是那种就是负责那种最高级别的吧，应该是不是国安，应该是公安的吧，应该是谁知道他们是哪个部门现在接手这事儿就是黑衣男子Man in Black 在制服警官的陪同下对一辆黑色 SUV 进行搜查应该就是他的车刘俊华的车，但刘俊华是男是女不知道我离开 X 后消息闭塞，没错，我不刷 X 了而且我微博现在被封了，我也不看微博。那么该飞行学校就是那架飞机的运营方嘛。那么刘俊华还真到东五环那人就没说错真到东五环附近失联然后他本场失联，本场 ADS-B 监控失联保持航向270。那我说错了sorry， 我把石佛寺和石佛寺机场给搞混了。那么这个刘俊华的身份大家也查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就立刻理解他为什么去撞中信而不是去撞中南海，因为都飞到那儿了如果大家对北京地理有概念的话，既然都飞到那儿了那也就是都不是一脚油的事儿就顺手打个方向盘的事儿，就奔中南海去了，就扎到他妈中南海新华门上去了。为什么没扎中南海新华门，没扎天安门而扎中国尊呢？那我们现在也就了解了原因了，因为这个哥们儿或者这姐们儿，这个刘俊华是中信下边中信理财的一个总经理，中信公司的中信集团的这个大家知道中国尊是中信的吧？中国尊的那个总部那个中信集团下边有一个理财公司叫中信理财它的注册名叫信银理财，信银投资信银投资，但是呢它的网站现在还有就是你输入信银投资，你进去就是中信理财
啊。这个刘润华就是他的一个金领，那他的一个至少是个部门高管啊。为什么呢？因为网上有他的很多的数据，包括信银理财。什么个人什么部的这个总经理刘润华接受采访啊，还写那些都是那些正能量的话，说明什么呢？说明人家压力很大啊，就是报复中信去了。所以我们就理解他为什么撞中信，他东家啊，他撞他东家大楼去了，他没有打一下方向盘奔中南海去。所以呢，那么刘润华据传网上说有一张照片啊，说是一个中年女性。就是刘润华，但这个名字你判断不出来是男是女，但是确实是个狠人啊！他创造了一个历史，就是我们中国人也可以开飞机去做恐怖攻击，碰撞摩天大厦。但所幸呢，除了他本人之外，并没有人死亡，13个受伤的，大部分都是他的碎片和他着火了的这个燃料烧伤的啊，撞掉了中信中国尊大厦的两扇那个外墙的那种大玻璃，它不是玻璃楼嘛，撞掉了2块玻璃。砸伤和烧伤了一些路人啊，那13个人，所以呢，他的车也查出来了，别克飞地 CXL 啊，就是我也很多年不买中国车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别克飞地，飞行的飞，大地的地，飞地 CXL 是什么车啊？应该是一辆黑色的 SUV， 所以呢，他的最后一条公开信息啊，大家很快就会看不到了。刘润华接受记者专访。啊，那个是信银理财专户投资条线总经理刘润华的专访啊，那应该就是这个人啊，应该就是这个人啊，应该因为这个能够解释他为什么去撞中信中国尊。好嘞，小民航机股无量下跌啊，出不去了吗？哎呀，出不去就完了啊！北京侃爷说刘润华他认识，那有可能，那因为这个他应该也是个社会人嘛啊，这刘润华他这个理财的话，那应该是金融行业，但我不认识啊。老王如何判断算命的真假？前2天朋友介绍一个算命的啊，然后说旁边有神仙跟他说话，也不需要生辰八字就能看出来，怎么判断？那不是算命的，那是出马的啊，出马仙，那是真的啊，那真有可能，就是有那个狐灵精怪啊，一般都是狐狸精，狐狸精的人口比例最大啊，就是狐黄白柳灰啊，狐黄白柳灰就是狐狸精、黄鼠狼。刺猬精啊，蛇精，耗子精啊，狐黄白柳灰都有，那这个狐狸精的数量最大，能力最强嘛，他就出马，他就附在这些人的身上啊，他给他耳报，叫耳报神，哎，你叫什么，你家出什么事他就知道。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哎呦，我操，这是他妈匹夫之怒，我操，嫁鸡来创。所以呢，他们我对共产党的了解，他们马上就会把这条线掐死啊！因为这个对他们来说，这个他妈的，这个他们不可能容忍低空经济了。为什么？因为尊华撞中国尊，那明儿那个尊华，明儿来个他妈美华，他不就是直接干他妈的中南海去了吗？啊，所以这个不可能再让他们开了啊！大老王，为什么这次北京的空管可以放这架飞机过去而没有拦截呢？哎呀，一派胡言。北京的空管是没有高射炮的，北京的空管也没有防空导弹，他你妈的从那个直线距离50公里，50公里你什么概念呀？50公里它是个飞机呀，大哥，飞机就是飞得再慢，50公里也就是10分钟的事儿啊，10分钟他反应不过来，而且呢，他会以为失事了之类的，所以他在呼叫他。哎，那个尊华1号，我是塔台，听到回答，你已偏离航线啊，迅速回答，这几分钟过去就过去了，到了东五环，你信号就盲区了，他就飞不过去了，因为东五环有楼啊什么的，距离也远了，他那个机场塔台无线电够不着了，你这个时候北京卫戍区呀，或者什么北京北空啊，就是北空啊，这些防空雷达，他未必看得着他也没有反应。但是他就是这事儿得处理一串人啊，就是北空司令部也没有反应，看来啊，就是不过和平年代有反应，你想击落他的话，你总不能发射一枚红旗9吧？你不可能吧？因为那都是打他妈的美国战斗机的，你这么一个小飞机，它飞那么低，你也未必打得着。那你对付他的话，就是针刺式的肩扛导弹，或者是中国叫什么？中国叫前卫。啊，前卫或者那个红鹰
那你也没有啊，在这个航线上，我估计以后是不是中南海要配备这个了？啊，中南海要配备，但是你拿出来的时间也不够，它10分钟就到了。所以北京市啊，各个上海市这种低空经济不可能让你干了。为啥？那开上不就撞了吗？我操，他妈太方便了，10分钟。不是说刘振华武艺超群，而是说他妈的反应不过来啊！我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兵，反应不过来。我操，这因为他妈是从内部攻破的。哎，没办法啊。中国尊代表习一尊，哎，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不是大哥，你起这么个名我都在直播间里不好念啊。这是习杠仲勋啊，我们习杠仲勋说的，中国尊代表习一尊，等于习一尊被撞了，这个是谶语啊，这是谶语。我跟你讲啊，就是中国尊就是定于一尊的意思。哎，这心里边都清楚。他妈这个事儿给撞了，我跟你们讲啊，我跟你们讲啊，台海无忧。哎，我向你们保证，7月1号到7月15号，这个攻台的最佳时间段的最后时间15天，攻台无忧，只有这一撞。我跟你说，这叫什么玄学？因为咱们老大啊，你们老大啊，咱们那个一尊啊，咱们那个天子啊，他非常迷信，他非常的迷信。我操，我儿子又把我的护身符拿走了，非常迷信。万事俱备，现在万事俱备，攻台事儿万事俱备，连演习都停下来了。你们发现了吗？以往这时候正在演习，现在台湾海峡水波浪静，还记得吧？我说吧，5月份、6月份、7月10号之前最好的，因为台风季是7月10号啊，今年台风季大概7月10号，7月10号之后打不了了啊。那最后这10几天，爽。哎，你看他不干了，他要干，很可能就是最近这1-2天干，不干了啊，撞了啊！遵华乃是护台有功啊，我们泉下有知啊，我们把遵华封为中华民国荣誉公民吧。他这一撞，他把一尊撞了，我操，他把一尊撞，一尊心里边哗一动，一尊的他戳住一尊的祭点，咔干去了。我去他妈的，这是个好事啊，这是个好事。虽然啊，遵华牺牲了。但是呢，第一他也没连累什么人啊，就是砸伤了10几个人啊，也没有什么生命危险啊。那第二呢，哎，这个是好事啊，这是好事。那个他撞那玩意儿一尊，嘿嘿，这是有谶语的，哎，这就我很迷信呐。大家还记得2012年王菲在重庆唱演唱会啊？王菲那个时候是天后，她唱演唱会，她舞台倒了。然后我当时薄熙来如日中天，我当时就在微博上说的嘛，我说薄熙来要完，还记得这事儿吧？我的3千老粉都记得，为什么？因为这叫天后塌台，这叫倒台了。薄熙来要完，就在重庆倒台了。他那时候叫西南王啊，又叫博都，又叫西南王。我去，他妈那吴三桂很厉害的，而且14军听他的，你开玩笑吗？所以要倒台，你不是开玩笑的，因为我告诉你啊，中国党政军是分开的。只有一个地方官能在成都军区自己发动解放军的军事演习，就是成都军区的演习，薄熙来可以调动。所以薄熙来当时是有问鼎天下能量的，如果他操作好了的话，他就赢了。结果王菲那个啪一倒，那都离他倒台之前还很久，我就说完了，那他要完，为什么倒台了嘛？天后啊，如果要是我搭了个台子倒了，那没什么，一个普通匹夫。人家是天后，你这也一样啊！被撞的那是中国尊呐，那是一尊呐。中国一尊是谁呀？我去，那要出事儿啊！好嘞，老王在一期视频里说，南非就是因为1人1票的选举，使南非从发达国家变为贫困国家，所以中国千万不要1人1票的民主选举，这是老王的逻辑。按照老王的观点，中国只有像老王这样的部队官员以及家属才有资格选举。前一半话是我说的，后一半话是你的放的屁啊！你个傻逼，那是你说的啊！后一半话啊，什么老王这样的人不是啊？我说的是什么呢？我说的是要研究一个科学的选举方法，要把个人的纳税啊、个人的品德、个人的道德，包括私德啊，他的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都要糅合进去，形成所谓的这种选票赋权机制。什么叫选票赋权加权机制？这是我说的，我可没说什么官员、政府官员什么他妈的部队大院，放屁呢你他妈什么神经病啊！你能不能他妈不要公然改我的话啊？我他妈的直播才有1-2天吧，这以前的你就敢这么改，那胡闹吗？
这叫加权选举，或者叫父权选举，是我们人类共同的课题，不是中国啊。我说的是加拿大应该研究，我说的是美国应该研究，因为这种所谓的一人一票的绝对公平的，连吸毒的那些毒虫都一票的，我说的是这个，实际上是对发达国家的侵害，我们已经看到了啊，因为我们就是加拿大人，就是美国人，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些人是票区啊，那他只要建一个这样的高密度住宅，我们多少保守派的力量都搬不回这个票区了，这个叫 riding， 我们加拿大叫 riding， 搬不回这个选区了啊，这个是这个意思，明白吗？拜拜，拜拜。